有一个超级会惹事儿的队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秦斋和小乃对完存货单，一出来不见花卉，他就知道这小子绝对是出事了，于是拎起药罐的杀气腾腾的出去找人。而此时花卉这边的情况可以说非常复杂，他被怪物店主错当成小偷准备砍手，关键时刻出现救他的人居然是酷毙已久的毛球。店主依旧不依不饶，毛球为了救花卉扑到店主身上爆脸，却被店主拎起狠狠砸在了一旁的门上，小毛球一下就没了动静，身子底下渗出了一滩血。而目睹毛球受伤的花卉眼睛在一瞬间没了高光，一股奇妙的力量缠绕在他的手上，下一秒店主汗毛直竖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软倒在地瑟瑟发抖。花卉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，对着店主柔声警告。他生气没有错，但是这种不听别人解释就乱发脾气、挥刀威胁，为了发泄自己不满而伤害他人的做法是不对的，你明白了吗？然而逼还没装够，花卉就突然被身后袭来的药罐砸回了理智。秦斋面色不善地喊着花卉的名字，从语调就能听出来他到底有多生气。秦斋说什么今天都得给花卉一个教训，吓得小乃一个劲儿在后面拽他。怪物庵的庵主可不能在这里惹事啊！周围的妖怪一听秦斋是怪物庵庵主，都议论纷纷，店主更是吓得面无人色。这个帅哥就是传说中为了夺得庵主之位而杀害第一大庵主的那位。秦斋本来还好心想把人扶起来，不过一听关于他的流言和受伤的毛球，立刻改口。既然发生了流血事件，他就必须向上头汇报了。很明显，店主违反了规定，这件事怕不是只靠交罚金就能解决的。店主被吓得扭头就跑，花卉也顾不上追人，先把毛球送去治疗才是要事。同时，在归药堂门口等待的河源接到了立法打来的蝌蚪电话。立法本来是来找小乃的，却从河源那里得知秦斋带着新的凤工人到了隐士，于是托河源给秦斋带话，让秦斋马上带着花卉来找他。花卉能否成为怪物庵的凤工人，还需要他来决定。事后，花卉将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秦斋，并表示自己会强烈反省。好在毛球的伤并不严重，休养几天就能好。毛球开心地跳到花卉身上和他蹭蹭，看得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花卉，而且这一次的花卉居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河源把立法的话带给秦斋，这让秦斋非常不爽。庵主明明有权利决定怪物庵的凤工人，他不就是没告诉立法吗？不过这就是规定，秦斋也只好带着花卉走一趟。立法是小乃的哥哥，秦斋的上司，同时也是统治隐士社会的3位统治者之一。临走前，秦斋从河源那里拿了药，还有给毛球用的伤药，毕竟人家都受伤了，秦斋就让花卉带回怪物庵照顾。告别了过药堂之后，两个人去荣源池见立法。除了立法之外，其他2位统治者分别是司法和行政。立法拥有制定隐士规则的权利，有人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，但怪物庵庵主是个例外，庵主不管违反了什么规定都不会被问罪，但他必须遵守立法直接下达的命令。花卉很好奇立法是什么样的，秦斋想了想，表示是个老烟钱大酒鬼，爱赌钱的色魔以及魅控，黄赌毒是一个不落。花卉不禁开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担忧，要是被这种人开除的话，他也太可悲了吧。秦斋一脸说什么傻话呢？他怎么可能让立法解雇花卉？别忘了，花卉还欠他钱没还呢。两个人总算走到了荣源池，而那位传说中的立法大人居然是个温柔挂的白毛帅哥。毛球一看到立法就害怕地躲了起来。立法表示，虽然他将挑选怪物庵凤工人的权利交给了秦斋，但秦斋的眼光属实有些差劲儿啊。立法只打量了花卉一眼就说不行，若成这样不说还是个人类。没想到自己的人类身份被一眼戳穿，花卉吓得赶紧解释自己绝对不是人类，结果秦斋反手就把他给卖了，气得花卉和秦斋大吵了起来。得知花卉的姓氏是卢后，立法倒是犹豫了。秦斋趁机表示自己雇佣花卉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虽然花卉很没用，还给他老是添堵。立法如果下令让他解雇花卉，他不会违反规定，但是只要立法一日没立下规定，他就不会辞掉花卉。立法问花卉是怎么看待这份工作的，他身为人类真的能够为了妖怪而竭尽全力的工作吗？花卉看着毛球思考这句话的意义，说实话他完全没有想过，就算立法现在问他是否愿意为了全人类而工作，他也一样不知道要怎么回答。但是他愿意帮助那些因为怪物庵而遇到的妖怪，所以希望能够继续在怪物庵工作。立法问秦斋是不是为了让花卉过来打开了隐士之门，于是他定下新的法律，只允许庵主和凤工人通过怪物庵来往隐士，意思就是承认花卉是怪物庵的凤工人了。毛球鼓起勇气跑到立法面前摇尾巴，意思是他也想去怪物庵打工，于是立法非常草率地答应了。就这样，怪物庵一下有2个在职员工。秦斋打开怪物庵的小门，让花卉和毛球回去。之前秦斋一直在拒绝立法推给他的凤工人，立法还以为秦斋不想雇佣凤工人，原来是不想雇妖怪，因为人类不会被寄生树缠上吧。立法觉得秦斋太神经质了，当年的事不是他的错。话没说完，秦斋就非常凶地威胁立法闭嘴，啪的一声关上门回去了。
见两人回来的这么晚，怪物安就猜到肯定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写的禁止守则，花卉是一个不落全干了一遍。怪物安问花卉是不是讨厌隐士了，花卉可是个阳光开朗大男孩，怎么可能因为区区要命的小问题就害怕？虽然经历了很多恐怖的事情，但同时也遇到了很多好事，不是吗？可以说是不虚此行。怪物安半天没有回答，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句谢谢你。之后怪物安又接到了妖怪的委托，寻找一枚老奶奶丢失的戒指。老奶奶在丈夫去世之后就一直带着他们的结婚戒指，但是在散步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戒指掉进河里找不到了。委托人是依附在戒指上的妖怪，妖怪去往隐士之前找回丢失的戒指还给老奶奶，就是他们这次的工作任务。之前秦斋已经去找过3次了，但是都没有成果，这次还是老样子，周一下午3点半在河边碰面。按理来说周一开完班会他们就可以溜了，但没想到班主任居然拖堂滔滔不绝讲起了自己的女儿。如今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迟到1分钟了，花卉扭头一看，秦斋果不其然已经一脸要杀人的表情了。小夫见此举手打断老师，表示自己想去便利店，现在可以回家了吗？小夫，我的超人，错夸赞小夫干得漂亮。主要是他看到秦斋的眼神，总感觉要是老师再说下去就要被杀了。他本来还想跟花卉一起去便利店的，但是秦斋和花卉在下课的瞬间已经光速飞奔走了。两个人通过怪物湾来到了约定地点，此时已经迟到6分钟了。一只鳗鱼精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这就是他们这次的委托人万次郎。见秦斋来的这么晚，万次郎还以为他不想找了，生气的表示不管花多少时间，他们都要陪他一起找戒指，直到找到为止。秦斋表示已经接手的委托他是不会放弃的。两个人捋胳膊挽袖的下河摸戒指。花卉说他向来都很擅长找金属物品，如果他先找到了，秦斋就要给他涨工资。说着还真的靠灵感到处找了起来。他注意到万次郎的不对劲儿，秦让他赶紧回到老奶奶身边去，还有是在现实离开父亲的戒指太久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体型变大就意味着他身体状况的不稳定，再这样下去，就算没找到戒指，为了万次郎着想，秦斋也会强制把他牵回隐士。而就在话音刚落，花卉居然真的把戒指给找到了。原来你是个金属探测器呀！见真是老奶奶掉的戒指，万次郎兴奋地给花卉来了个绞杀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他们要怎么把戒指还回去呢？突然有2个不认识的男人来还戒指，肯定会吓到对方的吧？万一被当成小偷就糟糕了。看到秦斋一脸茫然的眼神，花卉意识到秦斋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虽然人性相里就能轻松地解决问题，但花卉不想做的这么草率。他想要把万次郎为他找戒指的心意一起传达给老奶奶，如果能让老奶奶知道万次郎的存在就更好了。但是秦斋却说他不想多管闲事，把妖怪有关的事告诉人类，对方只会觉得愕然、怀疑甚至害怕。万一说了之后老奶奶不肯收下戒指怎么办？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人类牵扯进来，这是他经历了无数次所得出的结论。花卉也明白这一点，他向万次郎道歉，自己给了他希望，却又想不出好的办法。万次郎狠狠给了花卉一个头锤，表示花卉没有做错事，想要帮助他的这份心意他很感动，只要能将戒指还给老奶奶，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于是几个人意见达成一致，偷偷的把戒指放在老奶奶家的信箱里。虽然知道这么做就是最好的办法，但花卉还是难免有些失落。老奶奶经营的鳗鱼店已经不再营业了，万次郎带他们绕到后面的住处里，只要将戒指扔进信箱，一切都结束了。里面还有未能传达的事，但人类却看不见妖怪。在把戒指扔进去的前一秒，花卉突然愣住了，人类不是看不见妖怪吗？那他是怎么回事？而就在这时候，老奶奶回来了，看到2个人在门前鬼鬼祟祟的，老奶奶一把抓住花卉，问他在干什么。花卉想要说什么，秦斋警告他不要说不该说的，绝对不可以把人类牵扯进来。花卉反驳秦斋，他们不也是人类吗？他们看得到一切，也听得到一切，别人不理解是一回事，但如果连他们也无视人类的话，那这样就真的传达不了任何事了，至少应该把名字告诉他。秦斋沉默了，以为自己把秦斋惹恼的花卉很慌张，听了一耳朵对内语音的老奶奶更是一脸懵逼。这2个人是来他家里讨论哲学问题的吗？就在万次郎表示花卉的好意他心领了，但是真的不必强求时，秦斋突然开口，向老奶奶表示是有个叫万次郎的人委托他们将戒指还回来的。尽管行为会遭到质疑，但他们仍想将戒指交到他的手中。见老奶奶露出提防的神色，秦斋就知道又失败。他早就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花卉也自责不已，都怪他多管闲事才会造成现在这种局面。但没想到下一秒，老奶奶温柔地捧起花卉的手笑了，说他们是不是被万次郎的幽灵戏弄了？原来万次郎是她去世丈夫的名字，肯定是戒指丢了之后，万次郎的幽灵出现在帮她寻找。她本以为再也找不到这枚戒指了，她现在真的很开心，同时谢谢秦斋把戒指送回来。虽然理解上不太对，但他们真的将心意传达过去了。花卉将戒指给老奶奶戴上，万次郎也高兴地往老奶奶身上缠。秦斋经历了太多，他下意识地付诸行动之前就放弃了这种想法，而一旦放弃，就会不知不觉对所有事物避而不见。原来即使看不见，心意也是能传达到的。老奶奶热情地留2个人在家里吃饭。就在这时，秦斋的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，他猛地回头一看，却什么都没有。
而在他身后的墙头上出现了一排漆黑的爪印。